声音选错了，刚才。现在有声音了，有点卡格，不卡呀。我这儿写的是好的，可能是你那边的网络有问题。好了，对，声音有了。好，感谢大家晚上来听我讲这一周的老范读评啊，这个一周有什么样的评论呢？首先第一条，王海打假东方甄选这一条，说听完老范的故事，这不就跟以前方舟子打假之流本质上差不离吗？听见这样的故事，感觉这样的事情发生丝毫不意外啊。当然也有人反驳他说，王海在打了这么多年的假，是职业打假运动员，对吧？啊，这个肯定能力上跟方舟子是不一样的，但是怎么说呢？本质上他们做的生意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啊，就还是说啊，以个人利益为最高优先，然后找这样的人去打。那你说为什么王海不是一个说我就是想打假的人啊，不是以个人利益为优先的呢？对吧？这个肯定比东方甄选比这些知名的大 V 卖的假的东西啊，危害大的东西要多得多啊！这个肯定有更多的人会去卖那些，他不去盯着这些人打，对吧？他谁有名打谁，对吧？那么你说这个里头是不是就是一件差不多的事情呢？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算王海是一个职业打假，打了这么多年，对吧？但是他做的生意跟方舟子确实没区别。啊，再往后啊，这个还是打假。厄瓜多尔白虾应该就是南美白虾，国内有养殖，我替客户联系过虾苗，湛江有虾苗培育基地，盘锦、山东乳山也有。现在本地养殖的南美白虾产量很高，价格便宜，我猜厄瓜多尔应该是更有价格优势吧。就像进口的巴西牛肉，这种应该是养殖的，野生的虾很贵的，不可能是厄瓜多尔虾的价格。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山东乳山、盘锦这个地方可以去养这个南美白虾的话，那么从厄瓜多尔送过来的虾一定是比咱们这儿贵的啊。为什么？就算是他养殖了，他的工资真的比咱们低很多吗？也不一定。你想山东乳山是一个什么地儿？那也是，就是房子可能5万块钱一套那样的一个地方啊，在海边上，有人专门录过这个旅游视频去乳山，啊，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地方。那里其实经济也是比较贫困的。你就这么想，就算大家的工资都一样低，你要把这东西从南美运过来，先从那边冷冻完了运来，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对吧？所以它那个一定是更贵的。然后至于说牛肉这件事儿呢，确实是啊，海外的有时候会便宜，因为咱们这儿养牛所需要的饲料、牛种和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健全了啊。那么这一块的话，可能是国外的更便宜。然后另外呢是野生虾呀，它有时候不是贵的问题，野生虾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小不一样，对吧？你逮上来的虾，你不可能让它长得一样大啊。那么你这个最后，比如说你拿出一盘虾来啊，有大有小，有长有短啊，有粗有细，这是野生的，对吧？如果你拿出一盒虾来长都一边大，这个事情肯定是统一养殖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算是他比如说把野生虾都逮着了，然后呢，我把这个一边大的挑出来卖给你，行不行？那剩下的给谁去？它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啊，所以不是那么划算啊。正常情况下，你卖野生虾大小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啊，那么我现在感觉啊，这个如果是国内能养的话，那么所谓的厄瓜多尔白虾可能就是来自于山东乳山啊，或者是盘锦这样的地方，盘锦应该是辽宁吧。再往后啊，这个有一位朋友讲的很有趣啊，说这个，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西方社会里的有牌子、有型号、有规格、有正经八百的很多不起眼的指标的产品的历史，或者是从实际生活环境中以够用的不断反复渐进的反馈循环观察和思考能力，还是很难得出跟做流量生意没有太大关系的结论的啊。其实在西方国家里，也是有很多自我研发的探讨
为什么有的品牌商品会有膜拜地位啊，或者是膜拜经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像苹果、哈雷摩托、Lululemon 等都属于这一类。去年的初步结论是，一个产品是否可以达到膜拜状态，是由人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在那个社会里的生活方式决定，和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的。很多人意识不到的是，那些品牌产品跟同类产品在一个经济环境里的区别，从需要、功能到价格、质量等一系列，反映的是个人生活水平在一个整体社会方式里边的区别啊。他们呢，这位朋友给了我一个用西方的这种膜拜经济的方式来去解释这种网红经济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讲的是互联网互联网里头，它其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在哪儿呢？它可以快速的对人群和商品进行匹配，然后形成这种膜拜，或者让这个膜拜形成的过程呢，脱离原来这个传统的信息流传渠道。因为互联网干的事情就是两个嘛，第一个是增加这个啊，就是应该叫第一个是降低信息传播的成本，第二个是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实际上就是干这两件事情。那么有互联网存在了以后，那么现在因为再有推荐算法，他们就可以再提高信息匹配的效率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商品了那么有一个人了，这个人可能在天南海北，这个商品也在天南海北，但是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匹配大数据算法以后，认为你就应该喜欢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人可能看了以后说，哦，我好喜欢，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个膜拜，对吧？现在其实很多的网红从这个抖音里面来，从快手或者其他地方来的这些网红，就是靠这样的东西形成的快速的这种膜拜的积累吧。这个朋友给我们提供了这一大段虽然我念着有点磕磕绊绊，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状态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信息吧。那么再往后还是王海打假东方甄选这一条我在这一条里头讲过我说这个叫做厄瓜多尔到底在什么地方？可能你给我地图我找不着，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找不着，对吧？那么有人就反驳我了，说1年前我也不知道厄瓜多尔在哪儿，但是2023年因为走线中国火了，顺带着厄瓜多尔也带火了这个厄瓜多尔实际上是这个南美走线里的第一站，就是如果要去走线的话，可能是先飞厄瓜多尔因为那个地方对中国免签嘛，好像是这样的。那么这是这个王海打假东方甄选相关的几条评论。好，我们看看这边有什么。这位朋友这个鸡蛋灌饼依然在向大家问好职业打假肯定是有所图，否则吃啥？是这样的。山东乳山产的虾很好吗？乳山反正不知道因为我看的都是一些旅游的，就是说他们跑到当地去买房，然后跑到当地去过这个海边生活，对吧？然后呢，把这个海景房的生活批了个一无是处，因为他那个房也是有的烂尾了，就算没有烂尾呢，它的这个各种暖气或者设施都没有那么好，也没有很好的海滩。然后呢，住在那里呢，这个潮湿风大，然后这个各种的这个家具和这个墙面的腐蚀都很厉害，对吧？所以乳山其实我至少就是我没去过我是从这个视频里头看完了以后，觉得印象并不是很好。乳山的牡蛎产量很大，南方吃的大部分都是那边出产的。是吗？这个牡蛎还是很棒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其实不是特别爱吃牡蛎，但是据说是很有营养。对，乳山海蛎子有名没听说虾厉害这个虾我估计人家不叫乳山虾，人家叫厄瓜多尔虾或者叫南美白虾，对吧？人家不叫乳山虾，你就不知道了吗？鸡蛋灌饼绝对是老范忠实粉丝，是的，基本上每一次直播他都会出来跟大家问好。威海乳山原来在威海，因为我是知道有乳山这个地儿，但我不知道在哪个地区。AI 时代，还有那种3、5个人2、3条枪的小公司模式嘛？
在哪些方面可以推荐资源有限但不想错过这波机会？AI 时代更是鼓励这种3、5个人2、3条枪的这样的事情，对吧？甚至是一个人都可以代替一整个团队，对吧？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呀。这个因为你 AI 是可以替代团队里其他的成员了嘛，对吧？你在里边去写内容啊，做内容输出啊，做一些这种，你比如说像我一个人，我也可以，写个小说，写个故事，或者说做一些视频，做什么都没毛病，对吧？AI 可干的事情很多啊，写个程序，对吧？我最近这2天在写程序，因为看东西看的少，是因为在写东西，对吧？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也要练习练习，对吧？来了，今晚好早吗？8:09了呀，不早了呀。我们一般是晚上8点开始嘛。晚上好，晚上好啊！新鲜的海蛎子生吃最好啊，海蛎子是不行的吧？我知道是在宁波那边是，他们好像是螺丝还是什么东西是生吃的。写啥程序啊？我最近在说看了这么多这个大模型做 RAG 做这种这样的事情，我说我也得试试，对吧？所以我最近在写这个。边吃饭边看直播啊，不错不错，下饭吃。今天看到一个哥们儿在群里说，目前世界上能独立制作空间站的只有中国。应该，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定要独立呢？大家做联合的不行吗？这世界永远都是资本得利，穷人就别想 AI 致富梦了啊！我觉得没有啊，这个 AI 是可以帮助很多人成功的，而且 AI 是可以有一个，或者说叫 AI 民主的东西在里面啊。他们每一个人还是可以说进到 AI 里边去，然后让他帮我们做很多事情。海蛎子可以生吃，日语叫母，这个叫栗吗？好吧。我瞬间好崩溃，人和人的差距真的好大，这有什么好大的？现在武汉、成都本科计算机毕业工资大概多少？不知道啊，这个事情真的不了解。凌晨4点又醒早了，凌晨4点，你是在旧金山还是在什么地方？黄泥螺用酒和调料腌制后吃，对。上海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它那个东西是叫生腌是吧？就是那个叫醉虾，就是把那个小河虾搁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碗里，然后倒进黄酒以后，然后盖上盖子，那个虾就在里疯狂的跳，然后等那个虾不是那么疯狂跳的时候，打开盖子，然后往嘴里塞，然后那个虾会继续在嘴里跳，但是反正除了酒味儿也没吃出啥别的味儿来。嗯。还记得入选语文课本莫泊桑的《我的娱乐叔叔》吗？里面就是生吃牡蛎。哎，你说的这个牡蛎是不是我们看很多西餐里那个东西，就是蘸柠檬汁儿，就是一个牡蛎，然后把柠檬汁儿挤上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生蚝吧？不是叫牡蛎吧？那是一种东西吗？我好像觉得不是一种东西啊。武汉6000行吗？这个真不知道啊。现在的 PC 好像不需要装杀毒软件了，直接用微软自带即可，是这样的。成都别来，孙悟空来了，天府3街都要打电话，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来？东京粉樱已经开花了。好，对，我的机票已经订好了啊，这个是3月17号，我应该会到东京，然后呢，3月18号应该会到公司里面去跟人家做交流，然后19号呢是约了人去吃饭，20号应该是礼拜三，对吧？3月我查一下日历啊，对，3月20号是礼拜三，那么礼拜三的老范读评估计就做不了了啊。那么我们礼拜三呢，就是会去这个找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们想办法做一次
线下的聚会啊，就是如果有在东京的朋友，对吧？这个欢迎到线下聚会，但是这个具体的地址啊，过一段时间，可能下周吧，我会把它发出来。啊，礼拜三，因为我知道礼拜三好像日本的一个叫春分日的一个公共假期啊，正好人家公司办公室也没有人上班啊，那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大家聚集一下，大家聊聊天啊，这个是这一次的大的安排吧。然后礼拜四的话，应该还在公司里面去跟大家聊天。礼拜五的话，争取啊去找他们去聊，做一次直播啊，就是讲一下，比如说大模型时代来了，这些传统软件公司应该如何去使用吧，大概做一个这样题目的直播。这是，就是不是这周啊，是下下周啊，应该是下下周的周五啊，那个直播的题目大概基本上是这样来定。然后为啥不去成都啊？这个叫什么枪吗？枪虾吗？不认识这个字啊。生腌能吃吗？没有寄生虫吧？如果你要这么想，这东西就世界上没有东西能吃了啊！啊，在职的痛苦，失业的也痛苦，成都真的别来了啊！这个肯定有活得开心的地方，对吧？这个牡蛎就是生蚝的正式名称，是这样的吗？我们吃的豉汁扇贝是这玩意儿吗？我反正我对于这东西分不清啊，都是一样的啊。中国人可以用 PayPal 吗？可以啊。会受到监管吗？会。呛虾是用呛料做的啊，用黄酒的是不正宗的。呛料是什么东西啊？也是一种酒吗？等老范来聚会，是的，是的，啊，这一次呢，就感谢金子睿的来公司邀请啊，然后到他那边去做一些这个做一些交流活动，然后呢，他们的公司在名字上也写着叫优贝株式会社，对吧？这个到他们那儿去，应该是在商业公园旁边，对，可以是可以，但国内 PayPal 跟蒸汽和 Steam 平台区别是一样的，你懂的啊。国内反正我们注册一般不会注册在国内的 PayPal，都是注册在国外的。我是有 PayPal 账号的啊，这个但反正也没那么好使。好，我们继续读评。这个央企发力 AI 算力中心啊，还是想想怎么从中取利比较实际。没有决定权，但好歹也有参与权。打不过就加入，也就是屁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搭桥、买芯片、机器、技术搭建、拉民间技术展示，起码能帮助央企起码能帮助央企血民书什么意思？他最后写的这个词估计是打字打的有问题啊。这件事儿呢，怎么说呢？像我这样啊，参与不了的人肯定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了，对吧？这个如果他们给我钱让我去参与的话，没准我也屁颠屁颠去了。所以呢，谁也不要说谁有多高尚这个事情，对吧？那么但是既然参与不了呢，我们还是要这个义正言辞的指责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对吧？怎么可以把民脂民膏浪费在这样的地方呢？啊，这个你说我吃不到葡萄是说葡萄是酸的这事儿也没毛病啊，就是任何人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对吧？那么他们呢，如果挣到了这笔钱，他们也还可以再去消费嘛，啊，至少说挣到了钱可以移民嘛，可以跑掉嘛，对吧？拯救一个是一个吧。好啊，那么上期读评里头啊，有一位朋友说，亚马逊买的东西怎么可能跟 Timo 一样呢？亚马逊自营的东西很多的，质量不是有多好，但基本自营还是不错的。Timo 基本就是在美国假货泛滥的基础上再烧把火啊。这位朋友呢，我觉得他对于亚马逊的经营方式可能不是很理解啊。这个亚马逊再怎么自营，这东西肯定都不是他造的，对吧？那么亚马逊所谓的自营呢，其实跟 Timo 跟京东的这种采销干的活是一样的。他们也是到一大堆的这个工厂里边去挑，说，哎，你看我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对吧？然后我有一个技术指标，你照技术指标做啊。正常情况下呢，他可能连技术指标都是说要先拿到别人的东西，哎，我看到这东西不错啊，我准备开始加入自营商品的这个渠道里头去，然后呢，说我们再去
这个什么啊，进行一定的这个技术指标的要求啊，很多是这样，就跟我们比如说到山姆去买东西，对吧？或者到这个 Costco 里边去买东西，你以为那个山姆牌的东西是山姆自己建一工厂造的吗？这不开玩笑吗？对吧？它下头写着生产厂商的，而且经常你在山姆买东西的时候会发现这样，就比如说一袋的这个什么零食啊，然后在旁边卖着，是叫张三牌、李四牌的，然后旁边呢是山姆牌的，然后长得一模一样啊，但是包装不一样，比如山姆那牌子是黑的啊，人家那牌子可能是绿的啊，但是你看底下那个生产厂家和地址是一样的，所以呢，亚马逊也好，山姆也好，他们这些大的这个超市也好，或者这种电商也好，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什么呢？他也不用很努力的出去说，哎，你们来，谁的东西我去自营一下，啊，不用干这个事儿啊，他也不需要说等着大家来送啊，说你们招投标一下啊，说我们来挑选一些自营商品，也不用，他们干嘛呢？他们看后台数据啊，哪个商品卖得好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商品拿出来自营一下，我们去跟他谈一下，对吧？说我是不是啊一次进一批啊，然后你拿来我去打上我自己的 logo 去自营一下，所以东西呢其实是一样的啊。同样工厂生产的，那么亚马逊比 Timo 多的是什么？多的是它的在整个的质量管控的这一块要更严格一点点啊，这是多的啊。说可能质量管控达不到我一定要求的，我就不让你进来了啊，这个是它多的东西。这工厂都是同样的工厂，都是同样的人在生产啊，这个不可能说它因为是亚马逊做的就是另外一个工厂生产的啊，这个是没有的。好啊，再往后。啊，还是上期读评里头啊，有人问了，说今天用 Ollama 跑 E 模型，问为什么三星手机没法 root，然后他从第二季开始用英文回答问题了，好一顿尴尬，让他查询实时天气。他的回答是他会帮我发请求给谷歌的 API 进行查询，说了几，说是几分钟后给结果，我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有回应，我心想。你不是本地模型吗？怎么还能帮我实时查数据呢？大模型的幻觉还是个大问题啊！这个里头呢要注意啊，所有大模型它真正干的活是编故事，是生成内容，对吧？你要让它去找到一些真实的信息啊，还是要去用搜索引擎，哪怕是智能搜索引擎，比如说我们用 Copilot 啊，或者是用 Bing AI 这样的东西啊，它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你说我就让一个本地模型去，给我编一个故事，然后你还要求它编得像这个事儿，这要求就有点太高了啊，所以用法错误。至于说啊，他给你冒英文这个事情呢，反正我到现在为止没有遇到过啊。然后这个也有可能就是他训练的语料这一块可能就是一个英文语料，他忘了翻译过来了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好啊，这个我看后面。海鲜一般没有寄生虫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海鲜是有寄生虫的，特别是像三文鱼啊什么都是有寄生虫的。因为我们家那个就是当年我老婆怀孕的时候，他们就去查这个叫什么弓形虫啊，那个东西就是啊吃海鲜吃出来的，所以海鲜是有寄生虫的啊，甚至是民间养殖的海鲜还是要打药的。深圳好几十万用 PayPal 啊，亚马逊大卖都是美国上市公司，你问他们用不用 PayPal？对，国内是有人用 PayPal，但是一般也就是电商啊什么这些人用。京东买的罗技 K380键盘到了啊，体验真不错啊。我好像有一个 K380，我有一个 我有两个 K380，一个 K780。然后呢，后来我是换这个机械键盘了。现在键盘都是可以连3个的啊。你给评评有没有道理啊？娃班上老师宣布不答疑了，而且以后几年都不答疑了，说内容都写书上了，有疑问自己去看书，是不是他们学校只有校长有学问能给标准答案？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小孩高3了嘛，因为他们要求上晚自习，但是呢，要求就是晚自习是不允许答疑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其实，不是说他不给你答，而是，怕他们说这个事儿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因为你像有人去上晚自习，有人不去嘛，啊，那么你如果是答疑呢，就说明不去晚自习的人就不公平了嘛，所以他就干脆都不答。
但是这个老师课下还是答疑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学校这个是娃的学校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先点赞啊，感谢啊，大家记着点赞。山姆是，这个不认识啊，这个日语拼音咱就不认识了。有的也用 Strip 账号啊，Strip 账户我也有，Twitter 收入就来 Strip 账户。山姆简单说就是沃尔玛的精品会员店，我觉得不一定精品，但它是会员店啊，它一般是大包装会员店。你有买比特币吗？比特币国内能买吗？国内不能买，所以我肯定没有买比特币。国内的三文鱼都是淡水养殖的，也不一定了。像新疆三文鱼，它就是咸水的，对吧？这个，但是国内确实是有很多地方用红鳟鱼、淡水红鳟鱼去冒充三文鱼，啊，但是后来呢，这帮人特神的是，把那个三文鱼的这个国家标准给改了啊，说这个淡水或海水养殖的龟鳟类的鱼啊，都叫三文鱼，对吧？最后这个以现在法律标准上来说啊，不一定法律标准吧，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普遍被认可的这个标准来说啊，那个淡水那东西也叫三文鱼啊，这个就没办法了。这个别人幼稚的问题，你在国内吗？问国内怎么能上油管呢？啊，这个不知道啊。猢狲假装三文鱼是这样的，那很多所谓三文鱼都是假的啊，这个不是假的，他们改标准这事就变成真的了啊。这个什么叫假戏真做呀？啊，这个是 Costco 啊，哎，日本有 Costco 吗？我好像没见过啊，这个，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是在美国会去跑去 Costco。好，再往后读评。上周呢做了一期叫不开心直播，啊，然后有一位网友呢这个反馈很强烈啊，他说对老范关注已经很久了，每期都听啊，甚至有时候反复听几次。听说李老师的事情后，也从来没有过取关几位博主的想法，但确实根据他的建议，把个人信息修改了一遍。昨天还听了小翠直播说，有些人因为掉粉不开心而抱怨李老师啊，我还不相信，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呢？但是刚刚听了老范这个任性直播，瞬间粉转路了。感觉很失望啊，真的很失望，非常非常失望啊！李老师如此的付出，命都几乎随时不保，仅仅因为他对粉丝的善意啊，而影响了你的一点订阅量，甚至完全不影响你的播放量，更不影响你的收入，仅仅是面子上有那么一点点过不去，居然就这样不开心了，格局如此，自私如此，愤然取关啊！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念一遍，这个事儿怎么说呢？第一个呢，掉了关注，不开心是个正常的啊。这个这个事情呢，我也没有说怨谁，对吧？我从来没有说啊，因为这个事情我去抱怨这个具体的某一个人啊，这个请你一定要想清楚啊。但是呢，我会抱怨一下这个造成这件事情的这个机构啊，或者是一些采取一些极端行动的人啊，这个事儿我会去觉得不开心。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要求别人有格局啊，不开心不许说啊，甚至为了这个事情还不许不开心，那你跟你不喜欢那些人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对吧？这个事儿你不开心吗？不开心不许说啊，不一说不开心，这个你的格局哪儿去了？对吧？有这样想法的人呢，那取关了就取关了吧，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是双向的选择了，没什么好说的，对吧？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自己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开心，然后不开心了以后呢，都可以去说，我不需要去顾全什么大局格局，对吧？李老师也不是大局格局的代表，对吧？如果他代表那玩意儿，他就不出去了，他就不干这个事儿了，对吧？这个事情才是真正要去跟大家讲清楚的啊，因为你觉得我格局不够啊，你需要追求一个更大的格局，有大格局，这两天正开会呢，对吧？你可以追求他们去。啊，这个是要跟大家抱怨一下啊，这个看完了以后，反正我也觉得很有趣啊。这个看我节目还能每次看好几遍，还每期不落了，期期不落，然后居然还有这样这个追求大局观的人啊，这个也挺不容易的。这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跟大家这个认清，相互认清啊，这个不容易。
好啊，让我看看。就跟当年牛奶标准一样，改不了乱象改标准，是这样的。这个日本有 Costco 啊，日本日语叫什么啊？这个日语我就不念了啊。好的，去东京一定会去这个玉电厂奥特莱斯啊，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我这个看看东京这一次，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咱们就多见一些人，多找些人来录节目啊，咱们可以去录联合节目。我一般走到任何地方都是很卷的，到那儿就开始说来，你不介意出镜吧？咱们聊一期，对，然后就会录一期节目。但是到东京的时候，这个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一些这个日常的更新就没有办法保证了，而且到东京的时候，那个直播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也不是很规律吧，就可能也是会随时想起来就架上机器就播，对吧？至少那里没有墙嘛，对吧？这个我们随时架起机器来，随时就可以播，这个事儿还是蛮开心的。东京歌舞伎是怎么玩的？不知道啊，这个事情，而且以我的贫穷程度，应该玩不起那玩意儿。这个我还是觉得不开心，蛮可爱的。对呀，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这个事情不开心嘛。比如说我今天出去，哎，掉了100块钱，那因为大局观啊，因为这个谁谁谁维持治安和交通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然后我不能不开心啊，不开心还不能说，说了就没有大局观了，对吧？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这个人的这个思路哈。听说手机截图会有看不见的水印，因为国产机拍照会不会也有隐藏的水印呢？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图片里头是有一块叫 Meta 数据，它会把你的手机是什么，你的这个叫做当时拍摄的参数，拍摄的这个比如说光圈、快门、白平衡，然后再加上那个你的这个日期GPS 地点都给你记在里头啊，就是你一般情况下你拿到图片里头，它里头都有这个信息，它不是水印，它就是写在图片信息外面的，专门有个文件头写这个东西。去东京，什么活动啊？这个去东京肯定也是要去，走访公司，然后跟人家好好聊聊天呗，然后找找朋友吃吃饭，对吧？然后如果你们这个有在东京的，我们都欢迎啊，礼拜三开放时间，大家可以来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啊，很喜欢老范的分享，学习到很多啊，来表达知识，感谢感谢感谢啊！但是注意啊，就是我讲的东西很多都还是说，一些就是我不保证我讲的东西是完全正确啊，就是因为正确这个事情分3个标准，第一个呢是完整啊，第二个是正确，第三个是时效啊，有可能这事昨天是对的，今儿就不对了，对吧？然后这3件事情我都没法保证啊，因为有些人说，哎，我就你哪儿说的有问题，我就觉得有问题了啊。这个事儿呢，首先说我们是在讲故事啊，咱们这个频道叫老范讲故事，不叫新闻联播，对吧？所以呢，我们讲的东西都是这个，就有很多东西不是说我一定会有一手的、最新的、最完整的信息啊，没有啊。这个我们首先要开心。然后我讲的很多东西呢是有些是这个在外面有公开报道的，有些呢是这个根据我自己以前的一些经验进行一定的判断和猜测，对吧？这个要跟大家讲明白了。对吧？千万不要说，哎，你讲的东西就是对的啊，你哪儿不对了？我觉得好失望哈，不要干这个事情啊。这个就跟这个问 GPT 明天彩票会几号会中奖是一样的啊，这个没有意义啊。但是你觉得听我讲故事很开心啊，然后呢也稍微有一些价值，那么我也很开心啊。这个是这个咱们就相互奔赴了。感觉以后国产机拍照全是设置上隐藏水印啊，这样给李老师投稿的那些视频一查就能查到是谁拍的了啊。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用国产相机啊，所有相机拍照里头都是有，不是水印啊，它就是美塔文件，它会记的啊。以前迪士尼做的工厂都不知道在中国上海、广州哪个不知道的40-50人的小工厂出来的就是迪士尼的那个叫做什么东西？迪士尼商店啊，就是迪士尼游乐厅里游乐场里头它有一个商店，他们卖的很多东西呢，你说它义乌的吧，可能稍微的差点意思，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东京热嘛，东京热啊，我知道这个梗。
去东京就不需要这个，是我就肉爬出去了啊。这个新闻联播可还行啊，听了那些年啊还没够啊。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每个人要对自己讲的东西都这个要绝对负责任嘛，对吧？那大格局的哥们儿挺有中国特色的，特别喜欢既当又立。比如想针对一个人的或事儿啊，说话先必须是我不针对谁，是这样的。你讲我不针对谁的时候，我就针对你，对。哎，这个也不一定啦，反正我觉得没必要去给大家扣帽子嘛。好啊，我们继续。这个黑神话悟空拿到版号，实际上我是发了个帖子，没有发视频啊。有人在后头回了，说这个拿不到没啥理由啊。经典的中国小说背景，就因为里边有打杀场面，又不是什么特别血腥的，不至于不让发售吧？这个事情呢，首先这样讲啊，就是黑神话悟空这个事情，为什么说我会被打脸？就是原来我说他铁定拿不到嘛。是因为我们确实是申请过版号，那个版号申请文件我自己写过，对吧？然后我也真的去找到这个游戏工委的人，然后找到相关的出版社，然后跟人开过会，然后这个事儿我是真干过的。然后呢，这个里面，对吧？这个线画在什么地方，要求是什么，对吧？咱们是知道的。那么你们去看这个叫做《和平精英》，对吧？为什么这东西最后改名叫《和平精英》了？对吧？血都是绿色的，然后人被打死了以后，还要向你行一个礼，然后朝你鞠个躬，然后在地上放一个箱子，对吧？最后他们变成不是杀人了，变成叫倒地成盒了，这才能通过版号审查。那么以这个标准来说，你越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小说，它就越过不去，对吧？而且这个里面不光是血腥，还有宗教，还有对小说的一些修改。因为现在这种对小说的修改叫历史虚无主义啊，这个东西有帽子扣在上面的。所以这个东西呢，现在拿到版号以后，不光是我很诧异，大家都很诧异。所以大家现在讨论的是什么？不是说他为什么能拿到版号，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咱们政府有时候干事儿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对吧？这个就是无逻辑就对了。那么大家现在讨论是什么？就是最后能够拿到的国内版本的黑神话悟空，到底会不会被阉割啊？会不会变成绿色的血？会不会倒地成盒？会不会被打死了以后那个妖怪朝你行一个礼？对吧？这个事情是大家所关注的事情但是呢，大家也觉得说这个。如果这个孙悟空出去打妖怪一个妖怪砰一棒子打死了，冒出了绿色的血，然后那个妖怪被打了一棒子以后，先朝你恭恭敬敬的行一个礼，然后那个变出一个宝箱来这个事情，太出戏了这个所以现在大家在困扰这件事情这个本身呢就是上面是做了一个没有逻辑的事情但是对于我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喜欢用逻辑去判断和分析的人呢，这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但是呢，咱也认这个，而且我是很开心这件事情被打脸的，对吧？那么他能拿到版号，我们肯定还是开心的一件事情至于说为什么不知道这就反逻辑的事情就发生了，怎么办呢？对吧？越来越魔幻越来越玄幻就是这样的。谁有格局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不用管谁有格局就是我们不要强制要求别人有格局就行了，对吧？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小说修改叫改编，不叫乱编细说不是胡说，对的，这个是咱们讲过的这个，但是现在大家也在想说，黑神话悟空上来以后，是不是会面临巨大的举报潮这个事情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我估计如果不改的话，一定会有举报潮领导的看法永远高于潜规则，是的。版号问题之前一直在写爬虫抓取分析下来很是奇葩，是这个东西是挺奇葩的。这个 Elon Musk 下面揣测领导不喜欢，这个怎么说呢？叫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这样，就大家来猜你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个能出黑神话就不错了，这个更别说更有可能变成太武会卷鬼谷八荒 Mirror 2等这种东西了，是，也不出戏，
当年是山口山满地盒子，不也习惯了吗？好吧。之前也在那条留言下写了很长一串评论，结果还是被吞了，好吧。这个其实有些人呢就认真了啊，其实我这个家伙今天还在很努力的给我写评论，这个也挺逗的。我说你太认真了啊，这个有点这个把自己搁里头了。大家就是来讲故事来开心的，对吧？非要跟我打个赌，因为我前面说我说那个腾讯有可能今年就不代理这个 Switch 了。他说咱们打个赌啊，如果这个腾讯今年这个代理 Switch，我给他10万块钱啊，如果这个腾讯不代理 Switch，他给我100万啊，你问我敢不敢？我说这个事儿何必呢？我说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意愿，对吧？大家来去开个心就完事儿了你费这劲干嘛？甭管这个输了，我肯定觉得我为这事儿打赌不划算；赢了，我也不能真拿你100万，对吧？这个事儿真的是这个有些人呢，他就认真他就输了这个没必要来晚了不晚。这个老范读评就是大家来聊天的线是画在沙土上的曾经的不可能，现在又可能了。范大饼的治国这个事儿我们就与时俱进吧。没来晚才读2段回复还好还好。这个就和周处除三害一样能上映，居然都不删啥。对，这个片子最近好像也很神不是满地盒子，是满地坟堆这个反正这个就不讲道理呗，那咱们就干呗。好继续。这个苹果不造车这条，这个拿不到没啥理由这个经典的这个不对这个是搞错了。这条苹果不造车，这个将来主流是混合动力和插电混合动力，不是纯电。苹果退出，我认为这是主因这个我是不认同的因为任何的混动，其实你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在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增加了2倍的成本和2倍的复杂度，对吧？你的整个的维修的难度会可能成几何级数上升。这个事儿它从经济角度上还是不划算的。就是电动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纯电车，就是它的维护成本很低，对吧？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特斯拉店里头那是好几年前了我就问人家，我说这特斯拉到底怎么样，维护成本如何？然后那人看了我半天，说我们这个也还是有维护成本的要换雨刷器，要灌洗玻璃水，要换刹车片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定期维护这件事情。然后你反正那个它有车机嘛，到点儿你就来换就完了，对吧？这个要比这个汽油机定期去做大保养那个事儿要省事儿多了换机油、换3滤什么，比那个都要省事儿。你想，你这个弄了一个混动车，插电混动车，你背了一块那么重的电池，一块电池值20万，然后你还需要换机油机滤，还需要去这个那个什么做这个汽油机的保养，这不是疯了吗？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可能先进这个就别想了这个再往后这个苹果不造车特斯拉只有在马斯克手里才能这么涨，苹果不买是明智的这位朋友写的这个评论我是非常非常认可的就是特斯拉就是马斯克的特斯拉，一旦把马斯克干掉，特斯拉就不是特斯拉了这个，而且如果苹果把特斯拉收购了，马斯克一定会跑为什么？因为你想马斯克手里那么多事儿 ，SpaceX 脑机接口Starlink 什么一大堆，当时可能还有 OpenAI 什么都在那儿待着，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苹果如果把特斯拉收了，那么这个马斯克等于就脱身了就属于变现离开了。那么这个肯定是会这个特斯拉整个的价值就会有问题它再继续涨下去是会就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了这个是如此的。再往后这个苹果不造车本来就没技术含量的东西，对于老牌造车厂商随时可以上马，问题在于电池技术，这才是核心。等技术方向确定后再发力也来得及这件事情呢，我是不同意的就是造电动车这件事情，其实大家要知道在汽油车之前，实际上人类先用的是电动车，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发现这玩意儿实在受不了，然后改的汽油机。然后现在呢，再去做电动车，这个里头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的。就是特斯拉自己是攻克了非常多的技术门槛，虽然说
他把专利公开了，说大家可以去做，但是你再去用的时候，还是要去爬很多的坡，要去摸索一个一个坑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像中国这些造车新势力，都是在特斯拉公开专利以后开始去造的车，对吧？甚至还挖了他们的人来造的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还是跌跌撞撞、摸爬滚打才走到现在的，不是说，哎，我是这个老大啊，这个我已经造了这么多汽车了，这个你那玩意儿啊，我随时就就可以造出来，就跟那个这个美国商务部长这个雷蒙多说的是啊，现在就是这个一部 iPhone 加上俩电机就完事儿了，对吧？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比这个要复杂的多。好啊，我们看看这边有什么。要去木黑川千鸟渊去看樱花啊，这个我估计我到东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活动范围，可能就在上野公园附近晃晃，也就这样的水平了。什么时候去日本啊？17号去。能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一下 Java 岗还有出路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Java 岗肯定还是有很多的需求的，特别是现在大的支付系统、金融系统、电商系统的后台，基本上还是 Java 为主啊。虽然现在开始有用其他项目，但是不多，很多这块还是 Java 啊，这个搞不定的。打个卡，晚上好，来晚了啊，不晚不晚。结合最近人形机器人火爆，赛博空间终于卷到了物理世界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呢，现在是很火，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再耐心等一等，没有那么快。这个我同意老范啊，随着限牌越来越严啊，混动生存的空间，将来会越来越小啊，耍不动的。我觉得不用管限牌的问题，就是它的成本不划算，对吧？你想这个比亚迪秦79800啊，你要让它上混动，你说我在这个79800的基础上还要加一汽油机，对吧？加油箱，加所有的这些什么汽油的这个管理系统啊，那么它这个成本它下不来，对吧？这个事儿是没办法的。苹果并不造车啊，是不是觉得和别的车企拉不开技术差距呢？是这样的，就是它找不到创新点。氢能源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呢，氢能源就差一件事儿，就是日本这帮，比如丰田、本田这帮人，对吧？一拍脑袋说不管了，老子上，对吧？就差一句话，他要上，可能也就上出东西来了。如果他说我再等等，那就永远是搁在那儿等等，在图纸上啊，在技术论证上，在实验车上啊，他就永远不可能像电动车、纯电车这样快速的往前发展，把所有的坑探明白，然后让大家去在这个路上，是吧？把这些坑都搞明白啊，他就走不到这一步。其实难说。现在有消息说碳税不玩了，啊，碳税都不玩了，这个有点夸张吧？我觉得这样，就是说，现在肯定是标准和规则是，欧美他们这帮人在定嘛，啊，他们一帮人呢，比如说前面一帮的这个，就是像民主党这些圣母上来以后，说我们要环保，要节能减排，要什么低碳，要搞这些东西，对吧？现在你比如说像米莱啊、川普啊什么这些人跑上来以后说，交给市场好了嘛，我们为什么要管那么多呢？对吧？它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转变。然后另外呢，就是俄乌冲突始终不结束的话，那么对于欧洲整个的这种电力供应啊什么这些东西，还是有很大的制约的吧。日本会不会在机器人时代的黎明爆发一下？还是始终给淘金者卖铲子？我觉得日本爆发，不好说了。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到日本再去讨论这个问题啊。因为日本本身做机器人其实做的是蛮好的。我记得我以前参观过杰 VC 的工厂啊，杰 VC 很早就开始有这个无人工厂，就是他们家的各种音响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由无人工厂制造的。但是呢，做机器人这件事情其实是分
3个坎儿吧。第一个坎儿呢是叫做实验室产品，然后第二个坎儿呢是量产的这种标准化产品，第三个坎儿呢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实验室产品这一块呢，日本人是绝对领先啊，谁都超不过他。因为你想他造这么多汽车，造这么多的这个机械设备，各种精密仪器，他们的加工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让他们去量产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各种工业机器人的量产上，就是中国厂商已经上来了啊。因为你想，日本比如说有些电机，它造得出来，咱可能造得起来费点劲啊，或者说造的没有人家好，没有人家便宜但是呢，其他的各种方式咱们都是可以造的很好的你比如说吧，我们讲一个做机器人里头最核心关键的一个东西叫步进电机，就是这个电机要能走多远多少格，它能算得很精确，对吧？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它有一个盘儿那个盘儿是拿光刻机刻的，就是它的精度非常高。这个在转的时候，那后边数说你到底走了多少格了，是这么干的。中国人造不出来那个盘儿，对吧？它那个盘儿大概就是一个日本公司造，一个德国公司造，然后中国人造不出来。中国人造不出来怎么办呢？后来就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把这个东西绕过去，通过一些算法的方式把它绕过去。现在咱们造步行电机这个事儿也可以搞定了，对吧？但是做这种标准化，因为你标准化就是成本上要降到很低嘛，这块中国人已经很厉害了。然后至于说做人形这件事儿呢，日本的人形机器人目前应该还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我觉得最后可能是一个软件大模型的问题，而不是这个日本人擅长的机电这块的东西。所以最后做出来的有可能是什么？就像安卓手机一样就是谷歌也好，或者谁也好这个比如说 OpenAI 也好，它拿出来这种叫做开源的，或者说可以开放使用的大模型的一个软件，然后呢，这个由中国厂商提供各种零部件，然后做兼容机器人，把它东西拼起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人形机器人时代的一个未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厂商，比如说像索尼它可以在里边去提供 CMOS可以在里边去提供一些芯片，在里边去提供一些电机这个事儿是可以干的。这种呢，最后日本可能就会像德国那样，最后变成什么呢？就是一大堆隐形冠军，对吧？就是某一些具体小零件我生产的非常好，但是整个的大组装这件事情还是放开它让我来，对吧？让中国人来吧。电车不代表未来油车不代表落后其他一切皆可能这个电车它的未来实际上主要还是叫做什么呢？叫做成本的问题Java 便宜人多不用太担心线程问题和内存问题。我觉得 Java 的这个效率是蛮低的，因为我见过挺多人把 Java 代码最后改到其他的平台上去以后，然后效率一下提高非常多这个 Java 的安全性和这个内存安全性这块确实是比较好，但我个人 Java 是学得很烂的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期待人形机器人提供养老服务我也期待。比亚迪海鸥那个 AO 的小电车也降价了，好吧，这个我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混动汽油机的成本还是要比那个整块大几十伏的电池便宜太多了。这个，但是你那个电池你并没有把它扔掉，你还是把它塞进去了呀，对吧？你那个电池的成本你并没有省氢能源车的很多专利也快到期了，如果还不上前期费用，也就白扔了。是这个等他们再弄呗。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只要开始动起来，开始真的是上路跑，它就还会申请出很多新的专利来这个不用太担心。老范怎么看欧美最近碳中和没有那么激进了？是不是准备搞是不是是不准备搞电车了吗？他们确实是不准备搞电车，或者说要晚一点搞电车是因为这个中国防备还是其他原因？其实电车这个事情，我刚才反复强调的是什么？不是说谁的技术更好哪个就应该行，这个东西是个成本问题，对吧？它是个生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现在在做这个东西，它不划算，对吧？那我就慢点做，不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吗？没有谁对谁错，谁是谁非，
对吧？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不好，没有这个啊，哪个更划算，哪个更不划算。氢能源上下游产业链所需技术基本都搞定了，但就是因为都搞定了，被丰田垄断了，才没有市场前景了。等离子电池，好吧，等离子电池确实当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碳税取消是隔壁小翠说的啊，目前看除了阿根廷外，好像没见到有实际运作。欧洲荷兰也没有跨出这一步啊，这个等呗。丰田开放混动专利，也是已经离解封只有2年了啊，提前做人情放出来了，这种东西是没用的啊。你像特斯拉是我自己拼了命在这造车，然后再把专利放出来给你看，对吧？你丰田你自己现在，比如说我就开始疯狂的推我自己的混动车，这个氢能源车了，对吧？然后明年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赌博的这个老本全压上去，就做氢能源啊，然后你再开专利，这个才叫有意思啊，否则是没有诚意的。疫情过后，碳中和明显热度不够，都在想经济恢复了，是这样的。但是人家欧洲有一点比较好啊，就是我不做这事儿我就不做了，对吧？我就大鸣大放的说，不像有些地方是一方面男盗女娼，一方面还要求大家做道德楷模啊，这个事儿是比较无聊的。感觉人形机器人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本来 AI 即使觉醒，也不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多大影响。但现在有了人形机器人这个可操控的物理实体，一旦 AI 不受控，对人类是个潜在的威胁。我觉得你想太多了。你想，这个我记得原来有这样的一个笑话啊，什么呢？这个有一个招兵广告啊，是这个美国忘了是二战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去招伞兵，然后贴在那个大牌上说：“你们知道吗？跳伞比过马路还安全，对吧？”然后在下头有人写，他说：“但是伞兵招兵处在马路对面啊，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每天生活都是有大量的不安全的事件在身边发生的啊。它能够上市，能够有一个标准啊，它就可以了，不要想太多。赶上直播啊，这个经常直播。充气娃娃能不能算人形机器人？它算人形啊，但是它不会动。Java 面试天天考线程问题和内存问题，好吧？其实说中国人做应用厉害，其实日本做应用也是挺厉害的，这我还真不觉得啊。日本人做软件的过程，其实我是参与过的啊，就是我有一些同学啊，包括以前的一些同事都在日本公司工作过，就是他的那种软件开发模式是这个真的不敢苟同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就反正把工程上的一些手段和技巧吧，用到了这种有点走火入魔的状态。中国现在大量的软件其实都是用更敏捷，或者说完全萝卜急了不起泥的方式去做的。只要你能迭代的起来，说我在迭代的过程中，这个团队没有崩掉，还可以继续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往前做，就 OK 了，对吧？中国就是只达到够用的最小要求，而日本的话就是经常是，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是 NEC 的，专门负责软件工程管理的一个人，对吧？他过来以后说了，我来给你们管理软件工程吧。然后刚把那个东西列出来以后，我们就直接把他轰走了，这个就没法弄。我说你干点别的去吧，这个你要上来我们这个软件甭写了。对，这个是有的。老范对欧美许多造车企业回头做电车怎么看？近期也有越来越多的欧美放弃激进的禁售燃油车的政策。我直观的感觉是，如果补贴政策退坡，比如说欧洲一些国家消费税减免8000欧元那么成本问题，电车在油车前就毫无竞争力。感觉国内电动车包括上游电池产业又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欧洲之所以现在往后退的最核心原因是，他们的这个发电呀、油什么这个本身成本就上升，另外呢就是电池基本上都在中国人手里头，
啊，或者可能日本啊什么还有一些吧，但是大量的产是在中国在产这个东西，对吧？然后他们发现自己做这个事情也确实做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所以在想说，哎，我怎么能够去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好一点啊？显然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虽然都是生意，对吧？这个里头没有对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至于说成本的问题，这个你就算没有那8000欧的这个补贴，我们也可以把比如说10000欧元的这个B 级轿车卖到电动车卖到欧洲去，看他敢不敢接招了，对吧？他要敢接招，我们这个比亚迪已经买了大量的这个好几艘吧，就是这个专门装汽车的这个混装船，对吧？然后准备往欧洲拉汽车了，对吧？现在他们可能准备把这个船先租给特斯拉用啊，特斯拉，请你把你的特斯拉在上海工厂生产完了以后，拉到欧洲去卖吧，对吧？德国工厂生产的不一定够使。想请教啊，这个不要叫叔啊，我很年轻的，呃，当您看来，在您看来，当下游戏行业的前景怎么样？入坑美术开发 TA 哪个方向更有发展一点？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个人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啊，而且不知道你是在国内做还是在国外做，还是在国内做国外的用户，这个事儿我不确定啊。如果你要是说，自己就是会写程序呢，你只能做开发，你做不了美术，对吧？啊，除非说，哎，你美术也还可以，然后开发也还可以，那肯定是做这个叫技美嘛，就是 TA 嘛，做这块。因为现在呢，这个这么多大模型进来，肯定会对 TA 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啊。如果现在去进入的话，没准还是可以去呃适应一套新的这种开发流程吧，啊，或者说你可以见证整个开发流程演变的一个过程，还是挺有趣的。好消息，丰田章男下台了啊，4月1号啊开始转会长。但是丰田好像是他上来的这个人也是他亲手挑的，也是一个说我最认可你的要求的一个人，他挑上来的。就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日本现在汽车行业就需要再干一次偷袭珍珠港那种事情，就是孤注一掷，说我就干了。如果他下不了这个决心，那氢能源就没有，对吧？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俄乌一开打，欧洲就不提了。是的，欧洲就是俄乌还是要停下来，否则这个欧洲肯定它就没法去好好发展。对于政府来说，电车成本有两部分啊，一块是这个销售环节，政府给很大的补贴，而销售油车能收很多税；另外一块是上路以后，电车充电，政府其实不赚钱，而加油费用是55%到60%都是税收里都是政府收走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政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嘛，对吧？他发现说这样划算，那样不划算。或者大家都用电车了，它可能电费就会涨一点嘛。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啊，不是说这个事情就这样不能改了。啊，日本人只适合做实验性工作，大量重复和总结是他们擅长的。日本反正有些时候是喜欢孤注一掷的，就是他赌徒心理也比较重。但是现在赌徒心理可能中国人比较重吧，现在可能更加赌徒心理一些人是越南人和印度人啊。日本软件问题是规模问题，和国内思维刚好相反。我觉得日本好多就是很小规模的软件也搞得四平八稳的，这个让我觉得很奇怪啊。来日本可以好好聊聊，没问题没问题。对，这个可以好好聊一聊。中国现在就是把客户当测试用，省了测试的工资。但是你要想啊，如果我把测试当把用户当测试用，那它也是有成本的，对吧？这个成本你要去衡量到底哪一个划算，对吧？这个我们现在等于就是说第一性原理嘛，彻底退回最开始的地方，找一条最短的路径出去啊，这就是这么个干法。中国人现在干什么都卷到如此地步，会不会因为低人权优势的结果以后社会矛盾或别的什么原因使人们
收入涨上来以后，会不会就会使中国制造不再这么有价格优势了？现在中国制造价格优势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啊。这个越南呀、印尼呀、泰国呀，这个包括印度啊，他们的有一些制造品已经上来了啊，就是他们的价格优势更大一些。股票情况如何了？回血了没有啊？我把股票都清了呀，这不是股票，就是股票型基金，我在这个春节前都清掉了，对吧？但是你说现在你别看它每天股票涨，对吧？那是指数在涨，昨天4000多家股票下跌，指数居然是红的，对吧？所以一帮这个人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吧？这个指数是红的，实际上国内现在是把那个上证指数调了权重了。就把大量的那种大盘股调上去，就是像什么工商银行啊，什么这种玩意儿调上去，然后呢，把这个小盘股都扔掉了，所以以后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什么时候去欧洲啊？这个还要看。日本社会容错性有点低吧？这个可能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互联网开始啊，就是软件行业不算，就是到互联网这个节点往后的软件开发，其实就是在用容错率去换这个规模性啊，以及它整个的开发成本和开发周期。移动互联网更是如此。你像我们以前做银行系统、做保险系统、做医疗系统的时候，那个数是不能错的，对吧？你必须要回滚，必须要做什么，所有一大堆这样的事情才可以搞定，对吧？就是这个我们写程序的时候都必须要叫 transaction，然后 commit 或者 rollback 要干这个事情。但是你现在你到淘宝上你买东西，然后最后啪一点，然后下面那网页没出来，那怎么办呢？再刷一遍呗，刷完了以后发现这个订单在哪儿还是没在哪儿还是怎么样，你再改一改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对吧？错就错了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整个的这个规模、整个的成本一下就平衡了嘛。国人卷是应了那句话，活下去，像什么什么一样活下去，是这样的。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活下去。俄乌是很难说的啊，毕竟这个是真涉及到国家主权啊。当年乌克兰废除核武，就是和北约签了安保条约，但是如果北约不支持这个，那么微信会大打折扣，很麻烦。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麻烦啊，只要比如说川大爷上来说这事儿我就不干了啊，你们就把这事儿自己搞定啊，那么这个事儿呢，估计大家也就快速的就坡下驴了，就没有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啊，没有什么事儿说我这事儿就是零就是一啊，那么最后还是大家会去找一个可以去接受的方式把它过去啊，一定是这样。把用户当测试这个说法让我想起近几年游戏 EA 阶段就上线被诟病的事情啊，这个其实没什么问题了。这个 EA 其实还不但是测试啊，但是现在好多游戏就是，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他发现这个不太有人去玩他就不用再继续做了吧。回血了没有啊？这怎么又看到这条？啊，昨天虽然是红的，但是我的基金却又跌了，是这样的，这个就很无聊嘛。苹果退出造车是不是因为现在自动驾驶开发的方向出了问题？其实没什么问题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要舍得一身剐才能把皇帝拉下马。就像中国这样说，来自动驾驶，我给你发这个 L3牌照，上吧，对吧？上完了以后咱们就往前走。你要怕这个瓶瓶罐罐被打破的话，这个事儿永远没法往前走。可是现在停了啊，俄罗斯就赚了。以后这些国家都会相继效仿，靖康主义害死人，这个不一定。就算是停在现在这个状态，这两个国家估计都要这个舔舐伤口很多年啊，不是说马上就可以搞定的，别人依然不敢干。你就像这个，呃，这个真没有什么例子啊，最近这个，对吧？这样北约会玩不下去的，北约玩不下去就玩不下去，直接解散算了，
对吧？川大爷不就建议解散吗？说你们都不交会费，对吧？让我这个来保护你们，你们要么就解散。他肯定还是要去，这个玩意儿就像商业谈判一样，不是说我现在说我要500万就一定是500万，等着你来还价呢，对吧？是川大爷在等他们还价呢，最后达成一个平衡。苹果没有什么创新了啊，新版 iPad 也没啥进步积累。新版 iPad 还没出吧？这个新的MacBook Air 出了啊，但是新的 iPad 好像还没出。但是出了，我觉得意思也不大了。晚上经常听老范直播助眠，好吧？印度不好说，印度本土人的性格不太好合作，边城的人和他接触比较多。老范应该有体验啊，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好很多。越南人确实蛮有后劲儿，聪明人挺多，会跟着趋势走，适应能力也强啊，非常灵活。我现在觉得越南人可能就真的是新的中国人，对，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冒犯他们啊？但是我自己反正觉得那个，我觉得谁像中国人这件事儿是不算冒犯啊，因为我自己一直在讲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啊，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蛮自豪、蛮骄傲的。俄乌一战治愈了许多欧洲人的恐俄症，是的，这个日本现在好多越南人啊，以前没遇到过。川大爷的胜算高吗？这事儿反正你不到最后一天不知道啊。越南人口基数在哪？越南是1亿多人还是多少人？好，我们再看这边啊，马斯克起诉 OpenAI，说不能把人工智能比喻成枪支啊，因为枪支不会自我进化迭代，而人工智能不仅可以自我这个迭代，而且还很快。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枪支也会发展啊。这个你比如说马克沁机枪的发展，对吧？或者说各种的新的枪支弹药也都在发展。啊，人工智能呢确实是迭代的很快啊，这个是很吓人的，要比枪迭代的快得多啊。这个是有它一定道理吧？这句话说的。再往后啊，枪不论是阻止暴力还是制造暴力，本质上都是一个暴力工具。AI 可以极大改变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虽然也能提高军事上的暴力能力，但整体上是一个生产力工具，所以不能把 AI 类比为枪支。AI 更像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这种技术传播越广，对人类整体的发展越有利。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枪也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力工具啊，它可以去打猎嘛。而且枪支其实很好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啊，对吧？因为你想以前为什么会有贵族这种东西？因为我们需要骑士，需要武装人员来保护我们，而一个全脱产、可以吃肉、可以有很好的营养进行训练，从小就有训练的人，那么他需要有大量的资源聚集在身上，才可以实现这件事情。他就会成为骑士，对吧？然后他会成为贵族，那么他可以去保护整个的国家。那么有了枪支以后，我们就不再需要进行这种常年的训练。你想，一个骑士可能需要训练10年或者是5年以上的训练，但是枪的话，我们比如说任何一个人招收入伍以后，你只需要进行1-2个月的训练，你就可以举着一支枪上前线去这个玩命去了，对吧？所以导致整个的贵族势力就已经彻底没落了。所以枪也是在推进这个整个的变革。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还是很像的，而且从伤害人的角度上来说，AI 可能比枪的威力还要再大一些。再往后还是叫支持马斯克 OpenAI 不开源，国内 AI 都停滞不前了，伟大复兴也受到影响了，好吧，这个也可以啊，就是老外一开源，我们就马上自主研发了，对吧？这个，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中国人肯定还是希望它开源了，对吧？它开源了以后，我们就这个会出现大量的新兴企业，就是中国的 BAT，整个中国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产业，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欧美的开源文化基础上，没有他们的开源文化，咱们现在做不出来这套东西，这个事儿是真的，再往后，小范这年纪能一下子就把范老兄给问住了，真是虎父无犬子，还是赶紧把他送出国这个别糟蹋了这好苗子啊！这个怎么说呢？
他问的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在点儿上，因为他当时问我支持谁嘛。然后呢，我为什么一下会被问愣住呢？因为我就是咱们对于成年人来说，经常会说，哎，这个事情很复杂啊。但为什么会说这个事情很复杂呢？就是我们心里其实是有畏难情绪的，就是我们不希望一上来就给一个我们自己没想清楚的事情一个判断，说这个事儿应该是这样做还是应该是那样做，对吧？这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复杂，就包括像这个 AI 到底应不应该开源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在主观上，在本能上，其实我在逃避回答这个问题，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想到，然后一旦被我儿子问起来这件事情呢，他实际上因为他不是在这个圈子里混嘛，所以他就会特别简单粗暴直接的来问我这个问题，说你站哪头啊？你支持谁？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把我问愣住了呢？我会发现说，哎呀，说我居然都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事情会把我问住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我还是很纠结，到底应该开源好呢，还是不应该开源好？这个事情我没想清楚啊，到现在还没想清楚。好，再往后，这个支持不支持开源，要取决于 AGI 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大。如果是普通枪支的水平，那我支持所有人拥枪，偶尔出现枪击案，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如果是导弹级别的威力，甚至是核弹级别的威力，那么我肯定不可能支持所有人都拥核，因为100个人里头，只要有一个人脑子不正常，这个地球就毁了。现阶段的 AI 能力，包括即将发布的 GPT-5，都可以归类为普通枪支的水平。但我相信，按照这个发展速度，10年内 AI 肯定会进入到拥有自我意识，并且指数级自我迭代的过程。到时候就是核弹级别的威力了。是核弹，我就希望只有极少数专业机构来掌握。这件事情怎么说呢？AI 呢，其实更像一辆汽车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你可以开着汽车去街上撞人，它比枪的杀伤力还大，杀伤效率还高，对吧？AI 实际上就即使是现在的 GPT-4，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了，但是我们依然每天可以开着车满街跑，对吧？其实你想，你开个车，里头有这个，像我那车里头可能有60升的汽油应该是60升汽油吧，好像是50升、60升50升汽油然后呢，还有一个不停的发生爆炸的这个四缸的发动机，对吧？然后撞到人，然后这个车还2吨重还是几吨重，然后这个可以开到100公里每小时，那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很危险的，对吧？车本身就很危险，AI 本身也很危险它可能不像是核弹那样，我摁一个按钮大家全干掉，它更像汽车这样，就是每一个人都在用，但每一个人都拥有拿它去损害他人利益或者伤害他人生命的这个权利和能力吧，权利咱不能说，就是能力还是有的那么这个就是 AI 可能真正的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好让我们来看看这边又刷了些什么了刚才我看到好像刷了好多了。有些游戏 EA 阶段长达7、8年，比如方舟生存进化，老玩家的套路把新玩家卷得死死的，新人上线很快就会发现，想玩下去只能找个帮派当黑奴这个我没玩过这游戏，川大爷估计上来没什么悬念了如果他上来就是开一个脑洞，老范推演一下会发生什么呢？我觉得也不会发生什么，就是该加税加税。我觉得他其实，你像这个拜登上来，其实搞了很多花花肠子搞来搞去的各种禁令。这个川大爷其实会用简单商人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加税你想买加税你那个想买加税就搞成这样就完事儿了，对不对？越南就很像中国像中国早期，但是更灵活是。这个另一边是哪儿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我觉得中国未来依然不可替代只不过人口结构是个大问题，至少我想不出解决方案。当然，
我要想得出来啊，也就不要在这里瞎胡说了。是的，冒昧问一下，塔主投给了谁？现在还没到投的时候，11月份才投呢。枪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平等，不开玩笑。是的，一个农夫可以干掉骑师老爷，啊，一个弱女子可以反抗施暴者。对，老范看了 OpenAI 前天发布的马斯克关系那封信了没有？剧情开始有点狗血了。其实我觉得还好了。这个明天的节目已经录了，这个我想想，明天礼拜四、礼拜五吧，礼拜五反正该直播了，然后我看看是不是把这个事情讲一讲。对，这个还是挺好玩的。不行，礼拜五直播的时候来讲一讲这个这个狗血故事，看看没准明天还能再有点后续啊。马哥感觉有点得不到就选择毁灭的这个情节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格局太小。当初马哥没有强力推动特斯拉收购 OpenAI 啊，作为其现金奶牛，现在看肯定是后悔了。这个可能我们还要再查一些资料，就是当时他要去收购，提出收购 OpenAI 到底是哪一年啊？当年特斯拉的这个财务状况到底怎么样，对吧？这个事儿我们可能还要再去查一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啊，就是马斯克这种人呢，如果得不到啊，或者说他没法控制这件事情，他可能也就不会特别努力、特别使劲去干。啊，对于他来说，你比如找钱啊，找到这个钱应该还是能找到的，就算不收购，他其实也能找到钱。你想他去收购 Twitter 440亿美金，不是他们家的，对吧？不是藏在这个什么床底下的，也不是存在银行里的，他是这个募集来的。就是马斯克本身的募集能力是很强的，啊，如果这个 OpenAI 当时给他控制权，他应该是能够募到这笔钱的啊。人工智能接下来有意识形态的输出，将来会影响人类社会走势，进一步的有自我意识，也许将来会有意识挑起人类战争或者毁灭人类。我觉得呀，我们不要用人类的方式来去想象人工智能，对吧？他可能现在就算有意识了，只是他的意识处理的方式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啊。这个事情，不要说他一定要像我们那样去工作。马斯克就是有点就是没事要搞点事儿哈，这个也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毕竟 Twitter 是他们家的嘛，有了事儿，Twitter 就这个流量会上升的啊。你想山毛他曼那次被干掉那个一个礼拜六一个礼拜天，那个是 Twitter 的流量上升了多少？呃，这个热度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马斯克应该也不至于蹭这点热度，但是马斯克可能还是有点性情中人吧。老马也许表演性人格了，是。说到印裔，我们在印尼，我们公司目前雇佣印度人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这个也许是限定科技类行业吧。我们上下游企业的 HRBP 都是直接略过，特别是我们我最近也在和印度人打官司，评价很不好。其实我跟印度人没怎么打过交道啊。这个我在美国是公司上班的时候，美国就是 Poland 里头是没有什么印度人的，就是印度人还比较少。然后那个就是他们可能白人多啊，这个是包括我们那时候好像去开这个全球的这个 Evangelist 大会的时候，都好像没怎么注意到有印度人在里头啊，但是反正可能有，但是我没太注意。等后来印度人开始大量充斥的时候呢，我其实已经离开外企了。在中国公司里头，就是跟印度人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少一些了。这就和孩子讨论问题的乐趣啊，每个孩子都是哲学家，好吧？很多问题都有坑和都有优点啊，个人啊占个人利益就好，是这样的，那就成精致利己主义了，这有什么不对的吗？所以我觉得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件事儿是对的
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一旦说，哎，你不要为自己去考虑啊，要有大局观啊，要那个什么，那一定是这个人想忽悠我，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大家还是要为自己好，或者说是站自己喜欢的方向就好了。但我觉得第一个站自己喜欢的方向，但是你不要伤害别人啊。如果无视个人利益啊，那其实就是和现在的中国没区别。这个集大成的宏大叙事是，这就跟刀一样，可以是手术刀救人，可以是做菜刀切菜，还可以干好多别的事情。是的，有一说一，油车污染确实厉害。这个欧洲滑雪时候，山顶往下看，几个滑雪小镇都是一层雾包着，这些都是汽车尾气和取暖烧的天然气。这个还没去过啊，不知道。印度人很抵触提意见，那种自由聊天社群里特别明显，别人不能说他们，给派任务就更难了啊，这个不知道。22号，我在东京，求见面地址。二十二号我是不是已经开跑了？我看一眼那个日历啊。好，22号是礼拜五，22号可能应该还在上野公园附近。对，然后如果还有需要见面的话，可以来啊，或者说我们到时候约吧。对，你在 Discord 群里面，如果在的话可以约。细说之所以没有人过于杞人忧天，是因为大家都愿意遵守或者说至少认可的规则。可现在 AI 是黑盒子，对 AI 现在到底能干哪些事儿？现在大家其实还不太确定。汽车其实它的工作范围还是比较确定的，但是现在也有经常开着汽车这个冲进人群的事情，也并不少。终于赶上直播了，这个他的事情不知道。如果针对自我认知方向训练 AI 会不会变成像真人的样子？起码给人像感觉是真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后边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 AI 可以让你看不出来它是 AI 啊，这个事儿是我觉得会很快就到来。但是 AI 永远不会像真人一样思考，因为就是计算机的底层那个东西叫冯诺依曼机啊，那个东西的这个工作原理是非常反人性的。对，那个根本就是人是不那么想问题的啊。但是至少现在 AI 还是按照底层的冯诺依曼机在工作啊，所以你让它像人一样去思考这事儿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啊。搞不清什么是冯诺依曼机的人可以去看看《三体》那本小说啊，里边那个秦始皇指挥军队的那个过程，基本就是冯诺依曼机的一个重建。想太多了，能被开源的只是刀枪级别的事物，掌握了核弹规模的人会和你讨论开不开源，压根儿不会讨论这件事情。哎，这个事儿不好说。哎，有人去看那什么了没有？有人去看那个叫做《沙丘2》了没有？大家知道《沙丘》里边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是 AI 呢曾经出现过这个叛乱，所以呢，他们就统一规定不允许使用达到多少以上的计算机，所以他们会有那种像先知一样的人啊，或者说去训练人脑进行这种冥想来取代 AI 的这个工作。就是《沙丘》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和设定的，就包括它那些什么这个需要吸食香料啊，它实际上是类似一种毒品的东西，吸食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入那种超级的冥想状态，可以进行宇航的导航啊，或者说这种航天导航啊，干这样的事情。关键是一边指责别人精致利己，一边搞权贵资本主义，就很恶心了啊！这个通常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都想好了，说我们就为自己这事儿就好了。什么时候去看《沙丘2》？国内是周末上映，国内好像8号上映，对，礼拜五上映，可能礼拜六去吧，没准会去看吗？期待的点在哪儿？我觉得还是会吧，反正沙丘1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国内周五上映啊，对我也是准备礼拜六去。听说网飞的《三体》要出了，是可以谈谈这个吗？这个没什么好谈的啊，这个等看了再谈，哈哈，但是我也不一定有耐心看。妇女节上映，是的，这个 AI 让人觉得像是真人啊，就好像电影让人觉得电影世界是真实世界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啊，其实本质上核弹是部分开源的，是这样的。现在大家其实是依靠，就是各国政府是依靠控制核原料去让大家造不出核弹来的，对吧？至于怎么造核弹这件事情，这个中学课本上可能写的还没有那么详细，你去找一些大学课本，这个事儿都已经写的明明白白的了，对吧？你只要是拿着这个，或者说我们比如现在有互联网，你可以查维基百科，啊，你可以去订购，比如说找中国的工厂订购各种零部件，然后再去找到相应的核原料，其实是可以造出来的，这事并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单位女同事今天还讨论要在节日去看呢，挺好的呀。机器是混入了人类，人类里混入机器。古代户籍记录人口的数据和战功冒领同样是造假。这句话没看懂啊。沙丘二我看了，好看极了，好吧，没问题，有你的鼓励我要去看。只有完全破解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后，人类才可能真的造出人造人吧？这个不好说，不好说。我觉得 AI 不会像人，但是当 AI 智能大幅超越人类，并且掌握非常多人类的行为模式后，你让它向下兼容模仿人类，对这个事儿还是可以的啊，肯定还是可以模仿的非常像的。是，沙丘二早就开始预售了，IMAX 好的位置现在都没了，只能找午夜场，那我就晚点看呗。这个事儿我也不一定这个一定礼拜六、礼拜天看，对吧？我又不上班，想哪天看哪天看。啊，为什么非要控制 AI 呢？碳基生命升级成硅基生命不好吗？这个至少我现在作为一个人来说，啊，我还是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啊。好看的，好看的，我正等着的，大家也都看了，然后开始可以讨论，好吧？但是沙丘真的不好讨论，像沙丘一看完了以后呢，也没什么可讨论的东西。它不像那个《流浪地球》那个电影，《流浪地球》和《流浪地球二》，我看完了以后还是很认真的，这个做了这个提纲，然后发了视频来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沙丘这个事情，反正沙丘一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心潮澎湃，说点什么又没什么好说的那种感觉。对这个沙丘二，等看完了再说吧。好啊，我们继续读这边的评论啊，还剩几条。这个快递新规啊，这个最后成本让消费者买单，就这么简单。想要顺丰的服务，却花圆通的价格，既要又要啊，想要送货上门，为啥不让店家用顺丰？还用说吗？因为贪便宜的韭菜不愿意付钱啊。在便宜价格的诱导下，他们还是喜欢去驿站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既然已经说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不是说这个人还会不会买，还是那一个人还会不会用顺丰，他最后不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的频道里头反复讨论的，实际上只有一个词，这个词叫做转化率，对吧？当快递成本上升的时候，交易的转化率会下降，对吧？甭管是有哪些人用了顺丰了，还是哪些人贪便宜用了驿站了，总的交易转化率会下降，而这个才是对整个快递新规的影响在这里啊，不是别的任何事情啊，不要去讨论说这个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我是店主，我就喜欢他们去放快递柜啊，我讨厌给他们打电话。有些人说我是快递员，做了很多年的快递，然后这个我这个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是不接，我很着急，对吧？这个事情都是从微观的角度上去思考，我们要从宏观的角度上看这个事情。一旦交易转化率下降了，那么对于整个经济是有巨大影响的等于包裹订单量就会下降啊，这个事儿是真正值得去讨论的东西。然后我看看这边 AI 占主导后，估计人类会模仿 AI 吧？这个就不好说了啊。我其实不介意剧透，但很多人似乎很在意。
哎，其实像《沙丘》这种片子没啥好剧透的，因为小说在那搁着呢，对吧？这个我们还是等着去看吧。聊聊硅谷这2天流传的 Q 芯相关报道，这个可以啊，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礼拜五晚上直播去聊这个事儿。我现在看当前的人形机器人还是有点不舒服，恐怖谷感很严重啊。这个，你看，你如果是工厂里有一机械手，你不会觉得有恐怖谷效应，它能够让你产生恐怖谷效应，实际上说明什么呢？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有点像人了，对吧？如果完全不像人，你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AI 和人的关系很难说，而且这个还涉及到一堆哲学问题：何为意识？何为人？何为自由意志？这个说下来就没完没了了，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人会被当成机器被误杀，机器会当成真人宽容而存活。YouTube 获利审核 AI 系统就是这样啊，这个是这样，就是它总有误判的时候，这是没有办法的。AI 这个词太大众化了，AI 是一种能够伪装成人的机器啊，这个应该还不能这么讲。AI 现在肯定不是能够伪装成人的机器，而是可以部分完成人类工作的机器啊。美剧《光环》里头 AI Cortana 会不会在不久后到来？AI 通过脑机接口放在脑子里？没有啊，Cortana 现在都快被淘汰了。这个是什么？就是微软的，就是苹果那东西叫 Siri 嘛，微软那个东西叫 Cortana。就是你如果是装 Win11的话，原来是有一个搜索窗啊，你可以跟它对话，那个东西叫 Cortana。但是后来 OpenAI 异军突起以后，Cortana 那个项目就停了。快递这事儿吧，我其实觉得今天 Tiny 富做的节目有一条我蛮赞同的，要给用户选择权，愿不愿意放快递柜的做个选择就好啊，同时做出价格梯度的自由选择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呢，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总有人既要又要，对吧？我又不想放快递柜，想直接拿到，我又不想给钱啊，这种人一定是存在的，而且这种人是挺大多数的，或者说占比例不小。AI 会影响人类思维啊，就像老范以前讲的，低辐射钢的一样啊，以后人类很多创意都会有 AI 的元素，是这样的。底特律变人啊，底特律变人是挺好玩的，底特律变人确实好玩，是这样的。YouTube 现在 AI 审核流程会实时更新吗？最近有人被查了，会实时更新啊，不叫实时更新，就是它肯定会更新，经常更新啊，但是可能也是可能1-2个月或者2-3个月会更新一次。Hello 游戏里的 Cortana 啊，是大众文化的科幻 AI 概念本身就是替微软这种大企业宣传产品服务吧，这个没看懂这句话又。日本亚马逊下单前就可以选择收件方式，放门口柜子还是便利店。呃，是这个，但是这个你要想清楚，就是你有了这么多选项以后，其实它的处理成本也不低的。日本买东西也是放便利店，我知道台湾是可以放便利店的。YouTube 已经吞了我不少评论了，你到底都说啥了？被 YouTube 吞了。对，我发现你发的评论是不多的，看来都被吞了。你是不是经常发一些虎狼之词啊？继续啊，还剩2条。Figure AI 今天早上放的这条，为什么要人形机器人呢？它应该在1-2件事上干得比人好几倍啊，好几百倍，而不是可以干任何事情，但都比人干得差呀。这是一位网友提出的要求啊。前面其实我们讲过，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用途是可以使用人的通道，使用人的交通工具，使用人的各种设备，对吧？我不需要单独去为它
设计这个交通的环境，设计这个叫做各种工具和设备，它就可以替代人，部分替代人或者跟人一起混合组成班组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才是人形机器人干的事情。今天我刚好在开直播之前看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小伙子在深圳去打这种叫计件工啊，或者叫计时工，他是干什么呢？就是1个小时20块钱到这个仓库里边去拣货，实际上就是这个电商物流的这种仓库。进去的时候呢，刷手机啊，就除了手机和钥匙之外，其他东西一律不允许带入。然后刷脸进去，那一晚上他走了5万步，干嘛呢？就是在一个巨大的仓库里头，说这个人买了什么什么，那个人买了什么什么，对吧？然后呢，他就拿着这个也是一个类似于呃手持电脑的东西啊，不是掌机，不是平板，就是手持电脑似的东西，挺长的。然后呢，对着在哪个货架里，然后从那个货架把这东西拿下来，对吧？他那个东西里头实际上长得像个大超市似的，对吧？你要知道哪个货架在什么地儿，然后呢，他反正里头给你排好了。他告诉你上哪儿拿哪个拿几个，然后呢搁在一车里头。因为我们以前收购过这个收购过电商公司，然后那个电商仓库我是进去过，就是这样。就这种事情呢，你说你让一个人进去走这个5万步，他等于一宿啊，他是从晚上大概10点钟开始上班，上到早上7点半，然后大概是1点多钟还是2点多钟可以休息1小时，他一晚上大概挣了180块钱，9个小时嘛，挣了180块钱啊，说就是这个，说快累死了。你说这种事情你不让机器人去干是干嘛？对吧？你说物流机器人，我为了让物流机器人进去，我要在里头铺设轨道啊，铺设这个各种滑轨，然后靠这个各种小车去走嘛。现在有这样的这种全无人的这种仓库是存在的，但是你一旦做这种改造以后，人再进去就很危险，对吧？你会被他车撞到，或者说他没有考虑到会有人进来这种情况啊，那整个的建设成本就会上升啊。这个事儿是人形机器人就在这块就比较有需要。但什么时候人形机器人1个小时的服务的成本低于20块钱了，这个事儿就有的干了啊，否则的话还是雇人干就完事儿了。反正在国内啊，就是人就可以搞啊。再往后啊 ，Figure AI 啊，非常同意老范的结论，开始就被所有人看好的项目，往往没有结果。这件事情怎么说呢？这个事情我们确实会看到很多一开始没有做好啊，被大家看好的项目，最后没有好结果。但是呢，这个里头有一部分是心理因素啊。什么叫心理因素呢？就是如果一个一开始就被人看好的项目，最后干好了，你会觉得没关系啊。一个一开始就不被人干好的项目就没干好，你也会觉得没关系，它不会给你留下什么心理印象。只有什么呢？屌丝逆袭啊，或者是说含着金汤匙最后一手好牌打个稀烂，只有这样的事情才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吧？所以我们会记住他们，其他的事情肯定更多了。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不被大家看好，这个项目压根就得不到融资，它可能就默默的死在角落里了，对吧？这个只有是这个被大家看好，然后众星捧月一样上去这个呢，它会更容易的，我们会进入到大家的视野里面去，它到底是行了还是不行了，我们会记住这件事儿。行了是应该的不行，你看看拿了这么多钱，你还是不行吧？它会变成这样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就是所有能够往前做的项目都是被大家看好的这个不被大家看好的项目可能压根都没开始做或者是做的一半就直接就不见了但是呢，就是看好到这种程度，完全塞到风口浪尖上的，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关注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项目，他们的失败概率确实是要比其他的那种项目可能还是要高一些。但是这块呢，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一个严格的统计数据来支撑这个论点只是从我的印象里边，这样的项目最后失败的概率会大一些。好这是咱们屏幕这个就是这一端的所有的就是 YouTube 上的所有读屏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美的快递各种乱扔，好吧？我知道美国好像因为我看美剧看什么地方就经常说美国快递就给你放门口了
而且还给你演示说亚马逊的快递员是怎么扔盒子的，然后那个UPS 的那个快递员是怎么扔盒子的，然后那个 FedEx 是怎么扔盒子的，然后那个还有很多的人去偷快递，对吧？直接从那个门廊里头就把那快递就拿走了，还有这样的事情。美的人工太贵了，那就上机器人呗。刚好相反，反倒是大众文化影响 AI 的印象，就和当年鹦鹉螺号影响了未来潜艇的发展。是的，互相影响，互相成就，这个肯定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了。最终是快递涨价呢，还是新规执行打折呢？其实这个事情啊，不会是0跟1的关系，快递会涨价，新规执行也会打折啊，这个一定是这样。哪有啊，都是很正常的评论，提供数据，发个人见解什么的。你是不是在里贴链接了？因为一般贴链接是比较容易被删掉的。好莱坞和游戏行业甚至会影响五角大楼的武器开发，毕竟五角大楼的老爷们儿啊，也是看好莱坞长大的。是人是不可能说我完全在一个真空环境里去思考的。哟，感谢打赏，感谢打赏啊，这个非常非常棒。这个大家别忘了点赞，吃雷，大家别忘了点赞。我们今天已经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一周的评论都读完。我一般一周会总结20几条吧，20条上下，有时候是21条，有时候今天是23条，然后再加上所有在现场发的评论，我们都一一看过了，对吧？看好项目能养好多骗子啊。这个忽悠别人，自己有路子，一起投资，好吧？刚看到香港有议员建议禁掉Facebook 和 YouTube 了，这很正常。议员这种东西，特别像香港这样的这个新的选举方式选出来的议员，说各种事情都很正常，表个忠心嘛。今天我还看到有一个人大代表提议什么呢？说我们不能让快递员太累了。这个快递员这个工作非常对身体不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在他派发了一定的件以后再派发呢，就把这个单个的派件费下降，对吧？这样才可以保护快递员的身体。然后一帮人说您哪儿凉快哪儿歇会儿去行不行，对吧？打赏老范，老范很辛苦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开心，就这个你们打赏我也很开心，但是呢，不强求啊，不强求。就是你们来看我的节目，我已经挣到钱了，对吧？这个1000次播放应该是能够有个5块美金、6块美金的样子。国内人工便宜，我们没有那么强的做人形机器人的需求，没有也有我们现在这个做人形机器人的需求也很强啊。国内好几个做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在快速的融资，在往前走，当然没有这个Figure AI 融的那么多而已。咱们现在也人口老龄化，对吧？好那么我看看还有什么新的没有？这儿呢。求求让我加班吧这个我觉得加班给钱就加你说我又让你加班又不给钱，这个事儿就属于耍流氓了。郭德纲的相声老爷见不得穷人，所以把穷人都赶跑了。这个说的其实是这个当时是谁来着？反正北京也是有一位市长干的活这个叫处理低端人口。老龄化严重，没有人形机是不行的。是的。沙丘2枪版就别费劲了，这样的片子还是要去看一个正式的。国内最大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无法领导上位，就是业余的多这个事儿不能这么讲。你就像美国，他们的政客都是律师，对吧？他不也是带着国家往前跑吗？对这个咱们这种就是说你必须是干这个一帮工程师治国，都是清华的出来治国，对吧？这个当然我们肯定治的比他好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提这个快递这个是个常委哈，那好厉害。快递公司对应快递新规的方法就是多招一点人，防止突然政策抽风，立马瘫痪。第二个就是灰度测试机器人打电话是不是要上门，你点是它就放驿站。这个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家收到的快递，收到的电话已经大量是机器人在打了啊。这个甭管是圆通还是韵达呀，基本上都是机器人打的。然后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快递员在大量离职因为真的完不成任务啊。他们离职了以后呢，再找新的快递员，大概就要涨工资了。我们的代表不忍直视，哎呀，这个不能乱讲。之前北京清理的那位，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啊，这个不知道啊，我们就记不清了。当年清理低端人口那位爷是。好我们已经越讲越远了，不能再胡说八道了啊，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礼拜五晚上再见。看来礼拜五又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去聊啦。OpenAI 和马斯克还在继续给我们贡献话题这肯定是一个话题了啊，大家再见。结束直播。